A2 GMAT 的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Data Insight 里面呢，它其实有一种题型叫 True Part Analysis 嘛。那这种题型里面呢，有分成数学相关的跟非数学相关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非数学相关里面呢，有一种很特别的题型叫条件题。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说条件或者是集合这种题目呢，其实在过去的 GMAT 里面很少出，就是在过去 GMAT 里面专门考说if 啊，或者是 only if 啊，或者是 unless 啊这种东西，考这种抽象逻辑的题目，大部分都是在 CR 里面，而且 CR 里面占比也很少，大概就只会出现在 inference 推论题或者是 must be true 何者为真题。那这两种题型在整个 CR 里面的占比大概不到10%，所以有可能你考了整个 GMAT，你如果做 CR，你不会去遇到任何一个条件题，好，这是以前的状况。但是现在呢，虽然在 CR 里面也一样是不常出现，但是呢，在 Data Insight 里面的 TPA 这种题型，然后在这里面呢会大量的出现，就是考你这种抽象逻辑条件相关的题目。那这种题目做题的技巧是什么呢？我们要先跟大家复习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今天都一直会用 GMAT Club 的这个网页，因为这样比较好去操作，就是 Data Insight 里面的那种特殊的题型嘛。那我们要现在讲说，哦、条件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各位，你应该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若 P 则 Q，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在荧幕上打一下，好，叫若 P 则 Q。好，若 P 则 Q 呢，它的概念是如果 P 发生，则 Q 必然会发生。但是呢，这个逻辑呢，它会在 GMAT 里面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好，那不同形式出现的时候，逻辑是不一定相等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形式，比如说，如果有人问你，好，先把这个东西设为是真的，若 P 则 Q，如果这个叙述是对的话，那你能不能够顺理成章的去推得若 Q 则 P 呢？好，若 Q 则 P 这件事情是不能够推的了。为什么？因为有 P 的话就会有 Q，代表说 P 是 Q 的一个触发条件，对不对？但是有 Q 的情况下，会不会是一定是当时 P 触发呢？不一定，有可能有别的可能，对不对？我常常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下雨，则地上就会湿。下雨是 P，地上湿是 Q，但是你看到地上湿了，不一定代表说当初曾经下过雨嘛，对不对？有可能是有人泼水，对吧？所以呢，你不能反过来去推论说若 Q 则 P，这是绝对不行的。就若 Q 则 P 这件事情是一定是错的哦，然后不是一定是错的，就是说不一定会是真的哦。假设这个我打括号，我打这个就是引号的地方，假设它是真的，那这个不一定为真。那再来呢，有人说那 Dustin，那能不能够推成若非 P 则非 Q？就是我们不反过来顺序，我们只是把它变成否定。若天上下雨，地上这会湿掉，这假设是真的话，那我们能不能反过来推成，如果天上没下雨，地上就一定不会湿？不行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还是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让地上湿，对吧？所以呢，你单纯的不换顺，你只换顺序是不能成立的。你换了顺序，但你不换顺序然后但只换了否定，那是不能成立的。那但是在逻辑上，只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跟这句话成立的，就是若非 Q 则非 Q，非 P，就是你既换了顺序，你也换了正否定的叙述。天上下雨，则地上会湿。我们唯一能够等同的叙述叫做：如果现在看到地上没有湿，代表过去一定没有下过雨。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所有的条件题的都是来自于这个逻辑。好，最基本的这种说否命题啊、逆命题啊，只有逆否命题会等价的逻辑。那再来的话，就要进入到我们做题的技巧了。我们大家做题的技巧会很简单。第一个，我们会先从问句跟选项出发。好，先纵览问句跟选项，去搞懂说一个题目它要问的重点是什么。再回去看文章的时候呢，才会比较聚焦。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像这种条件题或者是集合题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叫做它的文章会是非常的零散，你看上去不像是 CR 那么的有组织，在 CR 里面你会感觉很清楚说，它有结论，它有背后的论点，对不对？然后它有背后的证据或者是理由，CR 你会很明确的感受出来。好，但是在条件或集合的题目是不会这样子的。条件跟集合的题目里面大部分都是松散的逻辑，就是松散的叙述。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的时候呢，要先以问句出发，先以选项出发。从选项和问句知道要找什么东西，然后再去文章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如果有办法去用代入法的话，就用代入法；有办法去代入一个角色，就用这个角色去阅读，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去接受资讯。
好，然后呢，在选择选项的时候，就是不能说先选一边再选另外一边。因为在其他大部分的那种就是非数学的 CRT 里面，非数学的 TPA 里面，我们都会是采用先找一个栏位，先把它选掉，再去选另外一个栏位，对不对？但是在条件题里面不适用，因为条件题你往往是要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的哦，就是甚至是要填一个句子的，所以会两个一起决定。那两个一起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先删去无关的选项，先统一删去文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或者跟我们的这个题干内容无关的选项，我们最后再来去搭配。那最后搭配的时候，特别去注意顺序的先后。注意顺序先后的时候，我们会去注意必然跟就是可能的差别。我来帮大家重新统整一次我刚刚口语所讲的这几个观念哦。第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叫做若 P 则 Q，在逻辑上只能等同，若非 Q 则非 P，就是顺序换了也改成否定了，这是逻辑的基本观念。好，第二个做题的基本观念是，我们先从问句跟选项出发，先搞懂说这道题目到底要问的是什么东西，再去看文章。那看文章的时候呢，因为资讯非常的零碎，所以呢，最好能带入一个角色就带入一个角色。然后呢，在看文章的过程中，就是你先暂时不用特别去做笔记，但是呢，你要根据刚刚问句所讲到的那个资讯去聚焦在问句要问的东西。好，然后再来就是看选项的时候，不能说固定一边再去选另外一边，你要两边一起。那两边一起就很麻烦，因为两边一起的话，你可能会有25种组合，对不对？甚至有些题目可能会有6个选项一起，66乘36。所以呢，你应该是要先统一的删去文章里面没有提到的或者是无关的选项，然后呢，最后再来对剩下选项的组合去进行搭配。那搭配的时候特别去注意顺序到底是1导是2还是2导是1，是1放前还是2放前，然后呢去注意这个逻辑上的100%的必然，还有逻辑上的可能。我们刚刚讲的都有点模糊，对不对？我们现在来仔细看题目，好不好？好，来各位，我们现在准备要来看题目，等我一下，我先清一下荧幕上的注解。第一道题目呢，你先不要去看文章，你先去看问句。来，我们现在看问句的部分哦。问句的部分说就是 select one for one and for two, the two different options that create the statement that is most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Make two selections, one in each column. 这个问句本身，他说你要去选第一格跟去选第二格，这两个格子是可以创造出这个陈述，而这个陈述本身呢，是可以被这篇文章的资讯所支持的，也就是要你用文章的资讯去推出这个陈述。我们现在讲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supported by 到底是不是你平常认为的 CR 的加强题？好，来，我们要思考哦。如果在 CR 的世界里面，你说有一道题目是 strength 题，是加强题，它的意思是什么？是文章里面有一个有论点，然后呢，你要用选项的新资讯来去强化文章的资讯，对不对？这叫做一般的加强题。可是呢，如果你发现这个题目的要求不是要你拿选项去强化文章，而是要让文章去支持那个选项，那就不叫做加强题了，那就叫做推论题。就是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是被文章里的资讯所支持，也就是那个资讯是文章里的资讯去支持那个选项的叙述。所以这种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推论题，它不是要你证明文章里面讲的东西是对还是错，它就是预设文章是对的，要你去用文章的资讯去推出这一个叙述。所以这是一道推论题。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地方，看完之后其实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它就只是跟我们讲要填空啊，它有意义啦。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道推论题。好，你不是要去验证文章的对或错，你是要用文章假设为真的资讯来去推出一个statement。那下一个部分我们当然就是看 statement 了，对不对？因为这个1跟2的格子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算是问句的一部分。他说，假设前面讲这个陈述都是对的，那么如果1的话，那绝对会有2。所以这个地方你很明显的知道这道题目是在考条件题，对不对？对吧？是在考条件。好，那知道它考条件的时候，我就马上启动刚刚讲的 SOP 的机制。SOP 的机制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会先稍微看一下选项。当然，如果选项短的话，你可以多看；如果选项比较长的话，比如说每个选项有2到3行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全部看了嘛，对不对？你可以先看一下1、2个选项，比较少的选项也可以这样子。我们现在纵览这5个选项，它大概就在讲说 P1 跟 P2 嘛，对不对？什么 P1 被调整啊，P2 被调整啊，P1、P2 都就是用坏掉的机器去做然后呢，或者是 P1 比起 P2
更好的地方是在于它有就是会不会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考虑到美学，或者是 P1 跟 P2 呢，它都去就是准确的去呈现什么事件特征之类的。我们现在看的还不是很懂，对不对？因为你还没有看文章，但是你大概知道说我们要去研究的是 P1 跟 P2，对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观念之后呢，等一下看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关注在到底 P1 是什么，P2 是什么，以及 P1 跟 P2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步骤叫做我们先看问句，先看选项，先有一个预期，说文章里面哪些地方是要关注的重点。他们也知道这些条件题，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看文章的时候，就是要用代入法。好，代入法进，因为条件题的文章资讯会比较松散，所以用代入法比较好把资讯整合。我们现在看一下文章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好，他说一个报社的编辑表示说，好，就是你发布的那些新闻的那种就是图案啊，新闻的图像，对不对？必须要一直要呈现就是事件的本身，新闻事情的本身，哦，而不是要去扭曲它，不能去扭曲事情。哦，你新闻要是如实呈现，这是第一句话。那你需不需要去做笔记呢？先不用做笔记，因为你还没有看到文章的重点啊，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了5个选项都要讨论 P1 跟 P2，对不对？那你这个句子跟 P1 P2 有关系吗？也不一定嘛，所以我们先放着。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张相片呢，它可能会去扭曲就是摄影记者他想要捕捉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比如说，如果机器坏掉的话，那个图片就可能是会扭曲，对不对？这是第二句话，但是这句话还没有讲到 P1 跟 P2，所以我们还是看过去。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不是单纯的去看，而是说我们已经带入一个角色了，就是我可能就是新闻主编，我是新闻主编，我的态度就是我认为新闻就是来传达事实的，不是像台湾媒体一样来渲染，对不对？这是第一句话，对吧？好，然后我的新闻主编，我的态度就是什么？我的态度就是说，有些时候对啦，有可能真的会扭曲，比如说就是机器坏掉不得已这样子，对吧？好，这是我的态度。那我们带到这个新闻主编态度之后，我们再看下一句话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去预测，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呈现真实的，我重点是呈现真实，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时候是真的扭曲是不得已的，对不对？那扭曲不得已的话，我会怎么办？对吧？所以这就可能是下一句话所讲的东西。好，那我们看下一句话说，如果今天真的是因为一些机器故障的原因呢，就是可能会导致照片扭曲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呢，他们就可以被允许去对照片去做修改，做最小程度的修改。OK，好，但是这个修改仅限于有两个原则。好，哪两个原则呢？就是说，第一个，这些记者们他们确信说，they're certain about what they observed，确信他们自己看到的内容是对的。OK，就是我确定我看到的不是错误的资讯，我确定我看到资讯是100%正确，就是要人工来去审核嘛，对不对？对吧？第二个就是我所要做的修改是往那个减少扭曲的方向进行。好，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把自己带到一个新闻编辑的角色的时候，这些资讯就不会是零散的资讯，对吧？我们一开始如果带到新闻记者角色，就知道我的态度就是我不要成为媒体制造业，我要成为一个反映事实的新闻编辑工作者，对不对？好，那我当然知道说有些时候机器坏掉之类的事情会让我可能会扭曲事实，所以我们人就要去介入，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我们怎么防止呢？我们可以去改，但是改有原则，就是因为我们是要呈现事实，所以第一个我要确保我所呈现的事实是对的，我改的方向是对的，对吧？第二个我改的方向一定要是减少扭曲，好呈现事实的方向。你看，如果我们今天有带入一个立场，说我是一个有良心的新闻从业人员，我要的是真实，我要的不是渲染，后面这些资讯都很容易去结合，对不对？我承认有扭曲的情况在，但是有扭曲的情况，我们人工介入的时候要遵守伦理，好，最小修改，然后呢，确定自己要改什么方向，那个东西是100%准确的，而且重点是你改的时候呢，要往减少扭曲的方向进行。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话，他说，摄影记者他们所发布的这些照片，好，往往呢也是什么 compelling works of art，可以被视为是很棒的艺术作品。compelling 是有说服力的，但这个字呢，它也可以是 attracting 的意思，就是能说服别人呢，就是有吸引力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它也可以是艺术作品，它也可以是就是重要新闻事件的这个记录。好，来，那接下来你看这个资讯就有点散乱了，对吧？好，但总而言之，我们要记得，第一个，我们是一个有
新闻的这个就是求真价值的新闻工作者。第二个，我要知道我的重点是 P1 跟 P2 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哦。然而，如果今天要去作为新闻出版的话，好，那么一个照片它本身的美学性质，好，aesthetic features are allowed to be considered only after the photo is shown to accurately portray relevant features of the event it depicts。如果要出版的话，美学价值 are allowed to be considered only after。注意到这个地方哦，他的语气，他说只有在什么？只有在这个照片它本身是可以准确的去描述什么？去描述事件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被允许去考虑美学价值。OK，那你看这个句话讲得非常绕口嘛，但是如果你今天带入新闻工作者刚刚讲那个态度的话，就知道说我们优先重视的一定是新闻的真实性，一定是图片的真实性，对吧？所以就算今天一个照片有可能也可以是艺术作品，有可能也可以是文件，但是呢，我们的重点一定是先注重是不是能够准确反映事实，先注重这个之后，那么 only after 才会去考虑美学的价值，OK， 才有可能会去考虑美学的价值。所以你看，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我知道图片也可能很美，对不对？也可能有新闻价值，但这个孰先孰后？因为我是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所以我追求的一定是照片本身到底就是真不真实。真实的话，我们再去考虑新闻那个美学的价值，对不对？好，好，那接下来他说，那根据这些条件，以上这些准则，好，in our journalistic coverage of event E，we elected to publish photograph P1 rather than photograph P2。好，他说，那根据以上的这些条件的考量之下，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的这个报道呢，我们最后两张照片，也看到重点出来了，P1 跟 P2 两张照片里面，我们决定选择 P1，而大于选择 P2。OK， 来有没有看到重点出来了？好，选择 P1 大于选择 P2。好，那这就是我们他要问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不是一直在看 P1 跟 P2，对吧？好，那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思考一下，好，P1 跟 P2 到底选？他说最后选 P1 不选 P2，对不对？好，那到底选择的标准跟什么有关系？我们重新回去整理一下资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选这个 P1 跟 P2，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来当判断嘛，对不对？对吧？文章里面哪里提到了选择的标准？OK，哪里提到了出版的标准？文章里面提到出版的标准，应该是刚刚讲的这一段文字，就是要去选择照片，谁可以出版，谁不能出版，应该是这段文字，就是说，好，第一个你一定要真实，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你真实之后，我们再去考虑美学，这是选择的标准，对不对？好，那至于文章前面这一大段，它是选择的标准吗？它不是选择的标准，它只是什么？它只是说今天人工修改的标准，对不对？对吧？好，前面这一大段我们当然知道，第一句话是讲是这个人的哲学，哲学就是真实大于渲染，对吧？所以这段没有牵涉到选择的标准。好，然后再来这一句话本身有牵涉到选择的标准吗？没有，它牵涉到修改的标准。你要修改可以，你修改的话，那就是麻烦你在改的时候呢，要往贴近事实的地方进行。好，然后呢，后面这半段开始讲到选择的标准，就是先一定是考虑事实，再来才是考虑有可能会考虑美学价值。好，好，所以这篇文章被分成了两个段落哈。它虽然没有给你空格分段，这边讲的是修改的标准，好，没有牵涉到选择，这边讲的是选择的标准，牵涉到了要选谁。那今天 P1 跟 P2 的关系比较偏向修改，还是比较偏向选择？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为这边最后我讲 P1 跟 P2 的关系是 P1 优于 P2，所以它应该跟选择比较有关系，跟修改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推论的时候呢，就不会去想前面这一大段资讯，我们会去想后面这一大段资讯。好，所以你看，这就是 TPA 题目里面比较故意的地方。你看似零碎，好，它不像 CR 一样全部都聚焦在最后给你一个结论，对不对？它是会是零碎的，它会是就是各自独立的资讯，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不会用到的。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分谁用得到，谁用不到？然后当然就是我们要从题目出发。
所以这个题目它要问的都是什么？你看问句都问的是 P1 跟 P2，所以我们要聚焦在文章里面的 P1 跟 P2。那它里面讲到的是我们选 P1 而不选 P2，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聚焦在选择的标准身上。那选择的标准呢，只有在这一段这样子。那知道这个点之后，你看这边的资讯的 pre-processing 预处理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预处理的话，这篇文章的 TPA 文章的长度往往都会大于 CR， 大概1.5倍左右，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预处理的话，以你的阅读速度来讲，一定是会让你做题目变慢。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资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选项。看选项的时候呢，原则上是两个一起，但是两个一起不是叫你就开始直接选了，要先去删掉什么？先去删掉那些跟我们刚刚的这个筛选里面无关的选项。我们刚刚说选择的标准是什么？选择的标准叫做有美学的话是之后再考虑，对不对？对吧？我们先考虑的是，只有在考虑到只有在考虑到说就是有没有如实呈现之后，我们再去考虑美学，对吧？OK， 好，有没有如实呈现？好，好，那所以呢，这几个选项能够被明显的排除的是谁？能够被明显排除的是这个选项，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谈论有没有如实呈现，但是呢，跟你设备有没有故障是没有太大关联的。我们只看有没有如实呈现。好，还有这两个选项也可以排除掉。为什么？因为被修改不代表没有如实呈现，因为这个修改可能是好的方向，也可能是不好的方向。所以你只是跟我讲被修改没有意义，因为我刚刚要判断的标准是如实呈现之后再去考虑，所以才有可能会去考虑美学嘛，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三个选项都没有对到我们刚刚那一小段资讯的关系。虽然它在文章里面都会出现，像这个图片有没有被修改，跟这个图片是不是被坏掉的机器所拍摄，它在这个地方出现，有没有？被坏掉的机器拍摄，或者是有没有被修改，对吧？好，但是这个地方都不是我们刚刚讲选择的标准，所以这边都会被我们先排除，所以1、2、3都被我们排除。那接下来呢，是剩下了第4个跟第5个选项。那我们来仔细的读第4跟第5个选项，它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选择标准有关系哦？好，第4个选项叫做我们选 P1 优于选 P2，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美学。我们采取的标准有一部分原因，选择 P1 是因为它比较美。再来第2个，P1 跟 P2 两件事都准确的呈现了事实的相关特征，好，就是准确描述事实。这个时候你就有2种选择了，一种选择是选这个先若1则2，对不对？对吧？这是一种选择。第2种选择是若2则1。那问题来了，哪一种选择呢？这个地方就是选错就很冤，对不对？你明明一起把范围缩小到2个选项，结果却因为顺序选错而导致错误。好，好，那我们来讲最后一轮的筛选了。好，最后一轮的筛选里面要注意应然跟就是100%的确定跟有可能这个叙述。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来文章里面讲到的部分是什么？这句话再看一遍，只有在图片完整呈现事件相关特征之后，我们才被允许去考虑美学。什么叫被允许去？意思就是它不是强制，它就是一个可能。你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好，但是呢，你要考虑的话，只有可能是在你想完事实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考虑美感。它不是说 must be considered，它也不是说就是 will be considered，它说的是 allowed to be considered。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如果你按照文章里的资讯去选择说，是不是我先看了，就是我先看了事实再去看美学，这就有个问题。为什么？你看如果1则一定会有2，有没有看到 must be the case？如果你选这样的组合，表面上看起来符合文章讲的说谁先谁后，看起来好像符合文章讲的先考虑真实，再考虑美学，对不对？但你看到逻辑上会有问题。如果2张图片都有准确反映事情的话，则怎么样呢？则第2件事情一定会发生。那第2件事情叫做什么？第1张照片胜过于第2张照片，一定是部分是因为它的美学较好。有没有发现，他这样子锁定了 must be 的一定，对吧 ？At its part for its aesthetic features， 一定有部分是因为考虑到了美学。可是文章里面不是这样子啊，文章里面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只有在研究完
事实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有没有看到 allowed to be， 意思就是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不用做，你可以考虑美学，你也可以不用考虑美学。但是如果你要考虑，你只能在这之后，不代表说考虑完事实之后就一定要考虑美学。所以如果你按文章的顺序这样选的话，你就会忽略掉，其实人家过了这一关之后，不一定说一定要过美学这一关，但是这个地方的 must 就变成错误了，对不对？对吧？好，这个选项假设改成说 P1 was chosen over P2，哦，就是 maybe 哦，比如也不一样，后面有 maybe 这个字啦，好，就是可能，好，有可能采取到了美学，但是没有要强制性，那这个选项就会是对的。那所以呢，只有可能就反过来。什么叫反过来？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考虑到美学，代表他们当初一定先考虑过了事实，对吧？好，我们刚刚说了嘛，哦，就是你要考虑美学没有问题，前提是哦，你要先考虑完事实之后，才有机会让你考虑美学，对吧？有机会不代表一定发生，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发生的话，代表说你当时已经考虑到事实了，所以最后答案会选择这个的。所以你看最后这一步就会用到我们刚刚讲的非 P 若 P 则 Q 的逻辑了。哦，就是还有用到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这种细读去看那种可能或者是一定的逻辑，在考虑完事实之后，才有可能去考虑到美学，allow to 是可以，对吧？不是一定。好，所以呢，你不能选择先事实就必然会有逻辑，而是你如果看到现在必然会有美感，而是你如果看到考虑到美感，代表说他们前面一定考虑到了事实。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道题哦，第二道题目里面呢，我们先来看问句，一样哦，先看问句哦。他说去选择一是 if，二是 that，哇，那这个就很明显的提示了，对不对？这道题目一定是所谓的条件题。那我们马上就要启动条件题的 SOP 了。SOP 就是我们等一下先看选项，然后呢，当然先看填空处，再看选项。先知道这些点之后，再回去文章看资讯，然后第一个尽可能使用代入法，第二个就是筛选到根据问句筛选出有关的资讯，然后再来才去进选项排除掉无关的资讯，最后再去细看我们刚刚讲的频率词或者是逻辑词来做选择，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好，首先第一个，他说去选择一跟二分别是弱则 the two different options that create a statement that must be true if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statements are true。好，如果文章里面关于市场策略分析师他的陈述是对的话，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弱则的陈述也会是对的。好，我们大家看懂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挖空地方的问句讲的是什么。好，他说的 a statement that must be true if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statements are true。好，这个跟我们刚刚的陈述差不多嘛，对不对？我们再继续看。After focus testing is complete，在小范围的焦点测试在完成之后呢，如果这间公司做了什么，then it must also be the case that the company 做了什么。那他可以大概了解。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还是一样预设，等一下看到的资讯会是对的。好，再来呢，它就是确定是一个 if 跟 then 的陈述，对不对？第三个这边用的是 must，所以它不是说有可能会有，而是说必然会发生，对吧？好，好，那这三个东西都看完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文章的部分。那文章里面说什么？文章里面说，市场的策略分析是说，agency A decide an advertising campaign that our company is about to test with the focus group。好，A 公司设计了一个广告的活动。好，那这个广告的活动呢，是我们就是这间公司可以用来干嘛？去测，就是可以用小范围的测试方法。Focus group 的意思就是我们先选一个比如说10个人、20个人当样本，然后来去让他们去测试这个活动，看看是不是有效。好，好，所以呢，有一间广告商帮我们设计一套广告活动，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用小范围来测试。We are wondering whether a new aid campaign will increase our name recognition among consumers。那我们正在去思考说，那是不是他们所设计的这个广告真的能够去提升消费者对我们的品牌认知度？好，这是我们怀疑的。接下来他说，As a contingency, we have decided that we might ask agency B to design an alternative campaign。你看，如果你用代入法的话，你就可以代入这个我们这些就是甲方，对不对？我可以代入甲方的思考。
就是说，OK，有人帮我们去设计了一个广告活动，那我们准备要去用小范围去测试，好，看看它能不能提升我们的品牌认知度，对不对？好，然后呢，作为一个备案，哦，contingency 是备案的意思。作为备案呢，我们已经决定说，好，我们会请另外一间广告公司 Agency B 也设计另外一套的广告行销方案。OK，等于说怕出包嘛。However, if we find that A's campaign elicits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the focus group, we will not ask B for the campaign。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会请 B 公司帮我们设计一套预案，但是呢，如果 A 公司的东西做出来成果不错，那我们就不会去跟 B 公司 follow up，对吧？我今天 A 公司已经把提案交给我了，已经把广告提案交给我，那我就来测试。可是呢，我就很怕他出包，我们后面来不及补救，对不对？所以我在 A 公司在测试的同时，我也请 B 公司帮我做一套，对吧？好，如果今天 A 公司它本身做的不错的话，我就直接跟 B 公司断别就好，不用理他就好。但如果今天 A 公司做的不好，那我们有可能才会去采用 B 公司的东西，对不对？对吧？好，所以你看，我们带入角色之后就会比较好理解，就是我还是以 A 公司为主，但是呢，A 公司做得好，B 公司我就直接把它丢掉，它就是一个超级备胎。好，A 公司做不好，我们才有可能去 考虑 B 公司，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理解完资讯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选项的部分。那你看哦，像这种题目呢，我们5个选项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对，你不可能说这边锁定再去看这5个，这边锁定再去看这5个，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这样操作的话，大家都知道简单的数学，C5取一再乘上 C5取一就变成25个选项。就算 if then 两边是不可能一致的哦，就是你不可能说 A A B B C C E E 这样子就两边选一样哦，所以就算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会扣掉5种组合，变成还是有20种要来 try 的，对不对？对吧？那不可能做那么多种，所以呢，我们做题方式一定是先纵览5个选项，去掉我们文章里面所没有提到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5个选项里面谁是文章里面没有提到。好，来，首先第一个，去认为 A 公司的广告好能够去提升品牌的认知度，这是第一个选项所讲，对不对？对吧？好，然后呢，第二个选项所讲的是认为 A 公司的广告它会去什么？会去就是降低品牌认知度。这两个其实在文章里面并没有直接的讲到，为什么？来，你看哦，来，文章里面只有去讲说我们在猜想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提升我们的品牌认知度，这是我们的猜想，对不对？对吧？而最后的结果只有讲到是 positive response 跟或者是 negative response，结果中只有什么？只有正面或者是反面的回应，但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回应直接去连到说到底它是不是能够提升或者是降低我们的品牌认知度，对不对？好，文章里面说有没有相信这件事情，它只是停留在我们在猜想而已。好，我们在猜想，而文章里面最后给我们的结果，也不是说真的能够提升认知度，或者是真的能够降低认知度，它最后给我们的结果只有正向跟反向这两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地方在文章里面是完全没有被提到的，你完全无法根据这两个去做任何的推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剩下三个选项，好，剩下三个选项，这三个选项呢，我们的那个研究的比例就变少了，对不对？对吧？好，因为3乘3等于9，9再乘掉了，不可能两边一样，减掉这是减掉了，好，减掉3个两边一样的可能就变成六种组合。那6种组合的话，我们就比较好去测试了嘛，对不对？对吧？好，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进行。好，第一个，我们先把 A 边固定。好，只剩这3种。如果我们去要求 B 去做活动的话，代表什么意思？来，我们想一下，带到刚刚那个角色去。我们刚刚不是说，如果今天 A 公司的东西成效是好的，OK，成效是好的，那我们就不会去联络 B 了嘛，对不对？对吧？就会把 B 当掉。那如果最后我们真的要联络 B，最后我们真的去要 B 做活动，那不就代表 A 公司当时成效好像不是很好嘛，对吧？所以呢，如果这边选这个的话，另外一边有没有 A 公司成效不是很好的资讯出现在这个地方？好，如果今天我们要 B 做活动，代表说 A 公司当时的成效并不是很好。OK，所以呢，这个选择会是我们会留下来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确定了一种组合了。好，当然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去看其他选项。好，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种组合。如果今天我们要 A 做另外一个活动，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一定会，代表我们一定会去叫 B 去做活动吗？不是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要 A 做活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结果怎么样，才能去确定要不要 B 做活动。所以呢，你叫 A 做活动，你叫 A 去做活动，不代表说 B 一定会去做活动，而且更何况你看这个地方的文字细节，它其实跟文章里面完全没有对到。他说的是叫 A 另外做一个 alternative，等于说去设计第二套案子。可是文章里面要去设计的第二套案子是谁？是 B。好，文章里面只有叫 A 设计第一套案子，然后 B 设计第二套案子，但是呢，没有讲说还要去再请 A 再设计一套案子，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其实跟我们刚刚这两个选项一样，它是文章里面完全没有出现的。其实我不好意思，我刚刚一开始没有看得很清楚，这边应该是文章里面完全没有出现。文章里面说 alternative campaign 是谁来出的？是 B 来出的。那文章里面有没有叫 A 设计 campaign 呢？完全没有，所以呢，这三个选项都会被排除掉。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跟这个搭配之外，我们再看第五个选项能不能搭配。好，第五个选项说，如果我们今天相信 A 的，就是 A，我们看到 A 的这个就是结果不如预期，A 的结果并不好的话，那很多同学会说，那 Dustin A 的结果不好，我们就不就是要找 B 来去设计 campaign 了吗？好，所以很多同学会选这个，对吧？但实际上你来看哦，来这道题跟刚刚一样，又有一个陷阱在。好，文章里面说什么？文章里面说，如果我们发现 A 的成绩好，我们就不会去叫 B 设计活动，对吧？但是逻辑上并不等于 A 的成绩不好的情况下就一定会叫 B 设计活动。好，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若 P 则 Q 的逻辑吗？我再写一次给你看哦。好，来，若 P 则 Q，好，不等于若非 P 则非 Q，还记得吗？天上下雨，地上就会湿，不等于天上不下雨，地上就一定不会湿。不等于天上不下雨，地上就是干的，对不对？因为有别的可能。OK，好，导致地上湿掉。同理，这个地方的 P 跟 Q 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再写给大家看。好，若成果理想，则不找 B，对不对？若 A 的成果理想，不找 B，它不等于说，哦，我写在后面哦，不等于说 A 成果不理想就一定找 B，对吧？有可能会找 B，有可能不找，但不代表一定找。可是这道题要的是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如果 A 好的话，我们就不找 B，但不代表 D，不代表 A 不好，我们一定会去找 B，有可能会找 C，有可能会找 D，对不对？对吧？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看懂这个逻辑的话，你可能就会去选到错误的搭配，你可能就会去选到这个搭配跟这个搭配。事实上，成绩好不找 B，不代表成绩不好一定会找 B。OK，是有可能会找，但不一定会找。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刚刚讲若 P 则 Q，反过来逻辑是什么？若非 Q 则非 P。所以像这个地方，我们看哈，如果倒回来顺序，再把否定改掉，会变成怎么样？就变成说，如果我们找了 B，代表说 A 的成绩一定不好，对不对？好，代表说 A 一定没有好的成绩，所以最后的答案应该是，如果我们找了 B，就代表 A 没有好的成绩，所以答案是这个组合。好，所以你看这道题目就用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若 P 则 Q，若非 Q 则非 P，对不对？这个逻辑这样子。那我们刚刚用的解题流程是一样，只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最重要的点是在最后这一步，你是怎么判断这个弱且的逻辑，弱者的逻辑。好，好，所以我们暂时先说个小总结，等一下我们还有另外两道题目哈。来，小总结就是在做 TPA 的条件题，其实每一角蛮多的。好，这个每一角包括说，第一个我们会先从问句，先从选项开始，比较好让我们抓到切入的重点。第二个，去文章里面看的时候呢，根据这个问句跟你刚刚看到的选项，去找到相关的资讯。好，那这些相关的资讯呢，好，可以让你去聚焦思考，然后呢，勇敢的判断哪些资讯是跟文章无关，因为 TPA 里面的无关资讯真的蛮多的，有很多垃圾资讯，甚至可以说不只是 TPA，整个 DI 里面都有大量的垃圾资讯。它的 DI 设计的本质就是看上去是纸老虎啦，好，就是文章的资讯很多，但实际上很多资讯是解题根本不会用到的，就是在干扰你的。那你要从问句开始切入，问句开始去学会筛选无关资讯。好，然后再来呢，筛选完之后呢，看选项的时候不会说两边一起，应该说不会说一边一个，而是两边一起。
先删去文章里面没有提到的，OK， 好，或者是无关的。对于剩下的选项，我们再来去做筛选。那筛选的时候就会遇到刚刚讲的顺序问题。那顺序问题就要用到我们刚刚讲的弱写的逻辑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Dustin 有一个终结者的班嘛，对不对？啊，Dustin 的终结者的这个就是班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去更新哈，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在现在 AI 这个时代了哦，同学们如果来上课只是为了要去听解题，好，那其实没有那么必要。对吧？好，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就是说解题的话，AI 都可以解得很好。好，当然呢，AI 它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不一定知道你的思考盲点，它的思考跟人类不太一样，就是它是多线并进，对吧？好，所以像刚刚我们解题的方式，拿给 AI 来解，它可能就是蹦蹦蹦跑出来，哦，然后呢，但是呢，你要问它中间的那个过程或缘由，它讲出来你也不一定会懂，好，因为它的思考逻辑跟人类不太一样，它的思考是全局思考，然后一次多线的思考，好，所有资讯都绑在一起，然后呢，自动就得出来，好。但是我们人类是单线，我们人类是有时间限制下会有压力，然后我们人类是非常依赖有限的视野下的资讯，就好像是今天 AI 来，比如说那个自动驾驶来开车，人家整个车子都摆了一堆感应器，有没有？好，但是我们人类在开车，就一定是眼睛一次只能看一个地方，对不对？你要么是看后照镜，要么是看那个就是方向镜，然后要么就是看那个外面，然后看外面还会被 A 柱打到，有没有？好，就还要转来转去，然后你要有那个就是一次关照多个资讯的观念。所以人类跟 AI 的思考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终结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到就是最有效率的备考嘛，对吧？好，最有效率的备考，还有最客制化的备考。好，所以呢，我现在的这个规划方式是有两个啦。第一个就是我把我之前设计的一些 AI 的工具，我把它直接弄成就是网络上可以使用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还在开发当中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就是前端的页面，好，然后这个前端的页面呢，在这边我之后会放上各种不同的 AI 工具，然后呢之后大家就可以去登录去使用，你也不用去背什么指令的哈，我这边会放上不同的工具，比如说有些工具是帮助你就是做CR 的逻辑的构建啊，有些工具是帮助你去做数学的这个步骤解题啊之类的，好，那这边我会到时候独立开发，那独立开发之后呢，这个就可以是作为中介的同学。去解题的过程中可以去使用的，它也会去结合我的亲自录制的解题影片，然后呢，我会把它调教成说，就是用人类的方法就可以去解题。那这个是目前在开发当中。OK，好，然后呢，再来第二个点就是说，人类的准备考试方式跟 AI 准备考试方式也不一样。事实上，AI 不太需要准备，为什么？它就是资料库，你把资料送进去，它就自动给它那个大数据，这样对不对？那人类是需要安排时间的，人类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类是单线思考的。我的专长就是帮同学去分析成绩单，好，分析他的成绩单，然后帮他规划出克制的读书计划。那规划读书计划的方式呢，我之前都一直有在分享，对不对？不管是在 YouTube 上面。好，或者是在就是网络上面的文件，我都有去分享。好，那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分析成绩单的方式，分析同学 GMAT 考完的成绩的方式，我已经把它开放成了一个，就是正在做一个工具。好，那这个工具其实已经接近完成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范例。哈，这个工具的它的概念就是说，好，如果今天我们把成绩单的数据放进去，好，你的成绩单数据放进去，然后你可以手动的去点击说，好，当然我之后会录一则说明了。好，你可以手动的去点击说，好，就哪些题目是无效的。无效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那时候都是乱猜的，好，或者是时间不够用点的这样子，好，手动的去调整一下之后呢，好，然后呢，再来你可以输入你的分数，哦，这边你可以输入你的总分跟你的各科的分数这样子，好，那假设今天这样设定好，然后呢，我们按下去之后，然后我们把这些成绩都输入完之后，对不对？好，然后呢，这边按下开始的分析，好，开始分析，然后呢，它就会用我所开发的这个居脉视性测验的演算法，然后呢，它也会去用我事先写在里面的这个分析成绩单的逻辑，包括要给你包括第一个好你的各科跟百分位的关系，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准备的时间要投注在哪一个科目上会比较好，这样子好，然后包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会纵览你考试里面所有你给它的数据，然后把题目分成4种分类，第一种是6种分类。快速做对，正常时间做对，正常时间做错，然后呢，快速做对，慢的做对，好，快速做错，慢的做错，然后根据这些分类呢，每一个都有我设计的对应的问题。好，什么叫诊断标签？意思就是说，一个同学他最后做错，或者他做的快、做错、做的慢、做错，它是一个表象，但它背后有可能有很多个原因，对不对？人家说，同学正常的考生，因为自己的经验只局限在自己的备考，所以最有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是，你知道表象是什么，但你不知道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好，比如说
很多同学会跟 Dustin 讲说，Dustin 这个我觉得考试的时候哈，这个题目的文字我看不太懂，好，或者是这道题目，我觉得这种题目就很容易错，对吧？同学的就是跑来找 Dustin 讲话会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这叫表现，就像是你跟医生讲说，我觉得我最近胸好闷，胸口好痛。可是问题是胸口好痛有好几种可能，对不对？撞到东西是骨折了，对吧？肋骨骨折，也有可能是就是心血管有问题，对不对？然后也有可能是比如说 long COVID 得了 COVID，对吧？也有可能是肺炎之类 whatever 之类的东西。好，你所讲的症状是表象，比如说看不懂题目，题目会做错是表象。好，甚至很多同学会说，我当时我 CR 好容易错，可是问题是那才表象啊。好，但是呢，我在帮同学设计读书计划的时候，我重视的是背后的根源。好，所以呢，这个工具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你成绩单的数据，去把这些东西连成背后的根源。所以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回忆说，这道题目到底我当时做错，是因为数学观念错，还是因为数学计算过程中粗心？好，到底错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是 verbal 嘛，对不对？到底今天这个RC 做的慢，好，是因为说就是比如说我的就是预想推理是慢的，还是说我是选项里面有词汇不懂导致我理解慢，还是说我是选项里面有长难句，句子结构太长导致我理解慢，好，还是说我是有两个选项二选一的时候去理解很慢，好，这样子就可以做到把你的问题具象化。那这个具象化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就是，好，你在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OK，好，在终结者里面，我们都会去亲自去设计读书计划嘛，对不对？然后亲自去使用工具，我还帮同学设计 AI 的指令，还有帮同学设计就是练习的方式跟突破盲点的一些就是解题流程调整的方法，都是我亲自帮同学调整的。好，所以在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了确实的诊断标签，确实的这个你的问题所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聚焦问题，然后呢，真正针对背后的根源，而不是只针对表象，对吧？好，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一直胸痛，你就给他开止痛药，那真正问题根源没有解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胸痛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肺炎，那我们就应该开肺炎的药。对，那如果真的原因是因为癌症呢，当然就是安排手术。所以呢，根据这个工具，你可以列出所有你可能真正背后的根源问题。原本你心里面没有这个字典，现在你有了这个字典，你可以跟我讨论。OK，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你也可以说自己去修剪。好，如果你没有参加中介者的话，你也可以说自己去修剪这些诊断标签，然后呢，用这个工具当做一个辅助，更知道自己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然后你找自己的方式去加强。OK，好，所以这个工具一方面对于自修同学来讲，你可以更确切知道问题的表象不是问题本身，是你要知道问题背后的根源才能去解决，对吧？好，帮助你去自我克服。另外一方面，对于终结者的同学来讲，只要你来参加我们终结者，我就会根据这些标签，更进一步的去给你建议，好告诉你说，比如说我们分析出来你的阅读的这个词汇理解问题，总共出现了8题，那我们就会去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些题目的词汇有什么共同点，然后帮你去设计，然后去背新的词汇，或者是要帮你去设计之后写的文章。之后做的练习可能都要包含这些词汇的题目，这样子我就可以做到客制化的设计。简而言之，就是这个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迅速的知道自己每一道题目这道题做错或者做得慢，它背后可能的问题是什么。知道这些问题的好处是，以前你只知道问题的表象，现在你知道问题的根源，你可以更针对性的加强，或者是我可以更针对性的帮你去设计好的读书计划。嘿，这个当然呢，如果各位觉得有更进一步的需要去那个比如说做客制化读书计划规划的话，欢迎参加 Dustin 的终结者的系列课程。那终结者系列课程呢，其实不只是又不只是这些东西。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有东西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本身呢，各个科目都会是尽量以人性化教学。什么叫人性化教学？就是说我们不会去讲很多规则，会去实际拿很多题目做题给你看，然后告诉你这些题目中，高分考生他们在去操作的时候，再去看题目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像我刚刚给你看的2道题目一样，我都用同一套方式来去处理这些题目。只要你把这个解题流程学会，并且不断的练习，你也可以像高分考生一样，做题的时候完全不会迷航。所以我们的这些解题流程都会有特色，就是说会先跟你介绍这个题目的特色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 TPA 特色点有很多垃圾资料，条件题的特色点就是你要去注意，就是若 P 则 Q，或者是就是因然跟必然的关系，对不对？
好，会先跟你去介绍这个题目的设计特色，它想考察的重点，以及它跟我们解题流程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关系，让你去学这个流程，不是说只是单纯的背规则，而是你真的知道这一步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们要先这样做，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先看问句，是因为有很多垃圾资讯，所以我们先看问句跟选项可以帮助我们筛选垃圾资讯，这是我们上课的方式。好，好，那我们上课有分两种，一种是录播课的部分呢，大概总共有25个小时。录播课的部分是把全科的各种题型的观念跟解题流程都把它讲得彻底。好，那我们的直播课是每个礼拜会有2次。好，每个礼拜的2次呢，都会去拿新的题目，就是录播课里面没有的题目。那这些题目都是来自于官方题，而且是同学们比较常问的难题。会拿这些题目，然后呢，使用上课所讲的解题流程。好，就是你所学到的流程去做一个讲解。让你除了上课之外，你可以永远接触到新的题目，永远接触到难的题目，而且你可以永远知道这些题目用上课讲的方式都可以去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超过300道题的每一道题目的解题影片，包含了 BI、数学跟 Verbal 这3个科目。这些影片可以让你去对照官方的指南 OG 跟 OV。好，而且这些影片都是按照我们上课讲的解题流程所设计的。好，所以你可以做完题目之后去对照解题影片，看看你的做题思路跟我们的影片是不是一样。那再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会亲自帮你去调整读书计划，好搭配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工具，可以精准的定位到你的问题，然后呢，再帮你去设计这些问题要怎么去改善，而且帮你 apply 到你每天的读书计划的时间里面去。OK，好，我会亲自跟你去做讨论，好，然后在每一次的面谈里面去帮你调整读书计划。然后呢，这些调整都是根据什么？都是根据你的成绩单的资讯，甚至有一些资讯，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分析，我还会跟你去要你做错的题目，以及你当时的做错题目的思考过程，我来亲自去看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这样这么多的服务呢，其实呢也不一定要说要花很多的钱，因为我们有分3种的方案，有一种是最基本的方案，就是 cover 的时间比较少，适合备考周期比较紧凑的同学。有我们刚刚讲的录播课啊、直播课啊，还有解题的资料库啊，还有就是2次跟我的这个分析台湾读书计划。OK，还有就是我会亲自帮你去全天候帮你去解决问题。那这个全天候呢，就是基本上是24到36小时之内，我就一定会回复因为我给自己的回复周期就是这样子，可以就是1天到1天半之内马上回复。然后接下来呢，进阶的方案部分，我还会亲自帮你去看你的解题流程，针对某些有问题的题目，这叫做质化分析或者叫解题思路优化。那顶级的方案的部分呢，还会再多加就是那个面谈的次数。好，然后以及呢，我们的服务期间会最长达到半年，所以半年之内你可以随时的跟我保持联络，然后我们来一起跟你走过这场备考的旅程。那如果你不确定你要选哪种方案的话，我们下面这个网站的下面有一个对照表，可以让你去对照。然后呢，根据自己的状况去选择是有哪一种方案会比较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终结者的后面的2题。我们现在来看第3道题目哦。好，来第3道题目呢，我们先看问句的地方。问句的部分说，请你选择 X 或者是 Y。好，然后呢，这2个选项它能够让我们得到的资讯叫做such that 这个字的意思等于 so that，就是如此一来就可以的意思。好，也就是一个强因果关系。那这2个选项让我们得到的资讯是什么呢？就是文章里面所提供的资讯有明确的，好，注意到这个字 explicitly，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它不是隐含的意思哦，它的意思叫做有明确的在字面上所提到。好，如果是隐含的会用什么？会用 implicitly，就是没有在字面上提到，但是你要另外去推。但是 explicitly 是什么？是文章里面要确实提到。好，includes the statisticians estimates of the probability that if X occurs, so will Y。好，那看到这个资讯的话，当然知道这就是一道条件题，对不对？好，就是一道条件题。那当然，它今天要我们两边各选一个。好，那我们先稍微纵览一下这些选项的内容哦。有些选项说什么这个主场的球队至少进2球；有些选项说主场球队先进球，在上半场有进球，好，然后在下半场有进球，然后呢，这个什么就是客场的球队好至少进了1球，好，感觉上就是一个足球比赛这样子，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去看清楚说到底上半场、下半场进球以及主场客场进球相关的资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文章里面说的东西哦。好，文章里面说，一位统计学家他去得到了以下的结论，关于什么的东西？关于大学的足球比赛做了研究之后得到以下的结论哦。好，第一个，总体而言，主场的球队
好，在自己家的球场打球的球队主场，有45%的几率会赢，有25%的几率会输，有30%的几率会平手。这句话感觉刚刚应该不是什么重要资讯，为什么？因为刚刚我们看到5个选项，没有提到输，没有提到赢，没有提到平手，我们只看到什么？谁先进球，谁后进球，上半场进还是下半场进，对不对？进1球还是进2球？所以第一句话应该是完全无关资讯。你看，这就是故意的。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些资讯哪里有什么赢或输啦，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压榨这个资讯？就是因为他就是故意要让你的思考乱掉，对吧？好，所以我们看问句是很重要的哈，先看选项是很重要的。再来，我们现在下一句话，他说：“In the games where one or more goals are scored, a team that scores the first goal has the 55% chance of scoring it in the game's first half, and a 45% chance of scoring it later in the game.” 好，他说在有进球的比赛里面，就是不管你进1球或进好多球，只要这场比赛有进球，不是0-0，好，那么先进球好的那个球队，好进了第一颗球那个球队，它有55%的几率，好会在上半场的时候得分，而有45%的几率是在下半场得分。你们发现这个感觉上就是纯数据的关系，它没有什么逻辑可分嘛，对不对？它也不是说因为你先进球，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它没有一个因果关系可以去判断，它就是一个纯数据分布的逻辑，就很零散。这就是我说的条件题的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就是故意给你一堆的资讯，这些资讯有一些是无关的，像刚刚我们讲的赢球或输球，应该是我们选项没有要选的。也有一些资讯是看上去，呃，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关联，你就是很散很散的资讯，你要记笔记也不好记。哦，事实上我推荐完全不要记笔记。接下来我们看他说什么，他说，哦，如果当这个球队是主场球队的时候，好，那有40%的几率，那对手是完全不会进球的，就是直接玩风挂弹。然后有60%的几率，对手可能会进1球到多球。各位看完这么多资讯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你讲不出结论了？事实上，这种文章就是没有结论，它就是没有结论哦。那没有结论的题目，我们来重新看一下这个问句在说什么。好，他说去选择 x 跟 y 这两个是什么呢？是文章里有明确的去提到，有明确的去提到哦。好，这个如果 x 达到，则 y 会达到的几率。来，你有没有发现？注意哦，这个地方的问句跟刚刚其他问句不太一样。刚刚的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题目好不好？来，如果是刚刚的题目，它要的是什么？它要的是如果 x 达到，那 y 100%会达成，must also be the case，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再前一题，好，来再前一题是什么？也是一样，是如果一达到，must be the case，对不对？所以刚刚要的都是如果 x 则100%会 y。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一道题目，请问他有这样说吗？没有。他说，如果 x 达到，y 会达到的几率是多少？而且是要文章的明确讲到的。所以这道题目的思考方向就要以这个问句为主。第一个，我们没有说 y 要100%达到；第二个，就是它一定要在文章里面被明确的写出来。如果不满足这个两个条件都不行。那我们来看哦，什么叫文章里明确写到的嘛，对不对？好，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先中来这5个选项啊。主场得了至少2球，文章里面有讲主场进球，可是好像文章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场至少进？有没有讲到主场去的球队进2球？好像有讲到进球。来，你看哦，这个地方，the team is home team，这个 that team 是什么 team？that team 就是说，哦，先进球的球队，对吧？然后这边的加上主场，这边主场球队先进球，对不对？好，然后呢，第一句话就是废资讯，不用管它。第一句话就只是讲说赢或输，赢或输跟进球没什么关联，跟谁先跟进几球没什么关联，所以这句话就是废资讯，我们没有要讨论赢或输。好，那文章里面有没有提到说主场球队进2球呢？哦，这个地方他只有讲到说，如果一场比赛是有分数的话，好，不是0-0的话，那么呢，就是进第一个球的球队哦，有55%的几率
是在上半场进的，45%在下半场进的，好像跟主场球队有没有进球没什么关系。所以这句话也不是我们要的重点，对吧？When that team is a home team, a team playing on its home field, there's a 40% chance that the other team will score no scores at all. 他说，如果那个先进球的球队是主场球队，那对手有40%的几率是没进球，60%的几率至少进一球。可是你看到他只有讲到说主场球队会进球，然后呢，主场球队会进球的会怎么样？然后那个会进球的球队如果是主场球队，他会怎么样？但他没有去讲到说主场球队如果进2球以上会怎么样，对不对？文章里面针对主场球队进球的叙述只有在主场球队写进球，对吧？好，但是没有讲到进1球或进2球或进3球，所以你无法去预测说他进2球之后会怎么样，进3球之后会怎么样，所以这个会被我们优先的排除掉。好，会被我们优先排除掉，因为文章里面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个。我们今天要选的不是一个推论，我们今天要选的是文章里面明确有提到的，明确讲到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我明确讲到主场球队先进球。来，我们来看一下文章里面讲到什么资讯。第一个，好，如果今天有1个到以上的进球数的话，那么先进球那个球队有55%的几率是在上半场进，45%的几率是在下半场进。然后再来那个球队如果是主场球队，所以这2个资讯合在一起就是什么？那个球队叫做先进球的球队。然后呢，如果是主场球队，对吧？好，所以先进球是主场球队，这个地方是已经有在文章里明确写到，重点是在后面这个地方，有40%的几率是对手会挂蛋，60%的几率是对手会得分，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主场球队先进球，另外一边连到的是什么？连到的是对手40%不会得分，60%会得分，对不对？有连到这个吗？有连到说主场球队会进2颗球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文章没有提到，这个不可能自己连到自己，对吧？好，所以这个我们不用考虑。再来，这个球是在上半场进还是在下半场进？这个也没有连到。这个球好，只有连到的是什么？只有连到最后一个，就是对手好有可能至少得1分。OK，好，那你说 Dustin 为什么不会连到这2个？这2个在文章里面不是也有出现吗？来，我们看一下，在文章里面出现的时候是哪里？是在这个地方，是说如果一场比赛有人得分的话，那这场比赛哦得第一个分的队伍，它有55%的几率是在上半场的45%的几率是在下半场的，对吧？但这边没有特别讲这个队伍是主场还是客场。OK，好，所以你不能拿这个弱主场球队得分来去推到他一定是在上半场的，或者他是在上半场的或者下半场的，因为这句话本身在讲的关系不是说是主场跟上下半场的关系，他来讲的是只要有得分，不管是主场或客场，OK，好，55%在上半场，45%在下半场，而真正讲到主场球队进球跟其他资讯的关系是在最后一句话。如果这个 team 是主场球队，那么有40%的几率，另外一边是不会得分，60%的几率另外一边会得分，所以我们会选择这2个。那至于如果上半场或下半场的进球会发生什么事呢？文章里面并没有明确提到，因为文章里面讲到的，如果讲到了这个上半场进球，或者是下半场进球，这个都已经是结果句了。OK，他没有再继续连到什么，他没有再继续去连到说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他已经是结果句了。好，所以这2个也不会去选到 X 的地方。好，那你说 Dustin，可是你不能反过来吗？我们刚刚不是说可以，文章里面讲的是若 X 则 Y，然后呢把它反成是若非 Y 则非 X，不是也可以吗？来，请各位记住，你在做的事情叫做推论，叫做另外衍生去 infer。但是这个题目的要求就非常的简单，它没有让你 infer，它要你问你文章明确写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刚虽然其他的题目有讲说若 x 则 y 可以把它换成若非 y 则非 x， 对不对？我们刚刚是有提到这一点，这个东西叫做你额外做的资讯处理的推论，它不是文章里明确写出来的。虽然逻辑是一样，但是它不是文章里明确写出来。OK，好，但这个题目要的是文章里明确写出来的资讯，你就不能再做另外的推论。所以你说能不能今天把这个文章里面，如果就是一场比赛有1到多个得分，
则上半场有什么几率，下半场有什么几率得分，能把它倒回来看，把后面这个条件把它放到前面去，然后把前面这个条件放到后面去，然后把它加上否定。如果这道题问的是推论，你可以这样做。好，问的是文章的资讯可以支持下面哪一项，你可以这样做。好，但是这道题问的就是文章有明确写出来的东西，你就不能够去做另外的推论。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会说这个可以选，是因为文章里面有明确去写到说 that team is the home team，这个 that team 指的是文章这 that 加上名词指的是文章前一句话讲过的内容。这个 that team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得到第一个分数的 team。好，所以得到第一个分数的 team 如果是组队的话，那文章里也有明确的去讲到说40%的几率是对手挂蛋，60%的几率是对手会得分，这个是文章里有明确写到的，我们可以选。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对资讯去做任何的逻辑转换，因为它要是明确写出来。OK，好，所以为什么这两个不能选在 X 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在文章里面就已经被当成是条件里面的后面那个结果句。哦，你不能够把它乱转换，乱转到前面，因为这道题我没有让你转换的意思。OK，好，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看第五个选项。好，第五个如果当 X 的话可不可以？客队至少进了一球。我们看文章里面的条件有没有把客队放在条件一里面？文章里面呢，这边有讲到说进了第一球的球队，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好像不一定是客队啊，对不对？所以文章里面没有明确讲到客队进了第一球，对吧？文章里面有明确讲到，如果进了第一球的是主队的话，可以怎么样？但是没有明确讲到，如果进了第一球是客队的话会怎么样，或者是客队如果进了球会怎么样？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也不会选。所以最后答案是第二个跟第五个。所以这个题目其实老实说哈，它真的很简单。但为什么这道题目很多人会做错？你看这个题目是官方题，对不对？然后官方题甚至它的难度在95%以上，很多人会做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妄想说所有的 TBA 的题目都长一样，好像在刚刚前面那两道题是我们可以去做转换跟推论的，那在这道题也可以去做转换跟推论，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好，在做 GMAT 的 TPA 题目的时候，好，甚至在做其他的 CR 或 RC 或者是什么 MSR，永远要小心问句。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前面这两道题的问句不太一样，对不对？哦，这两道题的问句强调的是 must be true，对吧？好，强调的是 strongly supported，对不对？他们要的不是说问你文章有提到什么，他们要的是根据文章的资讯，哪些必定是对的。我们是可以做资讯的结合跟反推论的，对吧？好，但这道题他要的没有那么复杂，他其实要的很简单，他要的是文章里的资讯有明确的去写出来，它就是一个 RC 的 supporting idea，不准你去做另外的推论。OK，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不能选，就这么简单。好，而且他要的也不是什么，要的也不是一个 must，他要的是文章里有去提到那个几率就好。所以不管他提到的是50、30、40还20，只要还有提到就可以。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题目它背后真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哦，只是呢你在做 TPA 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二色资讯的干扰，然后也很容易去看这个问句没有细读，那就很有可能会一开始就做错，后面就一定错。好，而且重点是你还花了很多时间卡在这个地方，就得不偿失啊。很多同学做 TPA 卡，其实到最后都不是因为他不会，是因为他就走错了方向。那道题目的设计没有那么夸张。我们来看最后一题，这道题呢，先看问句。好，问句说，请你选择 x 跟 y。好，那选择完 x 跟 y，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可以让上面的叙述可以直接的去描述这个文章。好，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不是说，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推论题，哈，就是并不是说一定要文章里明确提到，而是说我们可以拿这个资讯去准确的去对应文章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哦，好，来那个挖空的地方说了什么东西？挖空的地方，说的是 in addi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ce B and C that is stated explicitly, with respect to the third study, the passage implies that any of the insects that has trait X also has trait Y. 好，除了我们文章里面已经明确的指出了 B 跟 C 之间的关系之外，所以等一下你就不能再去选什么若 B 则 C 或若 C 则 B 了，这个你不能选了，因为它就是跟你讲除了，对不对？好，来，文章里面也暗示来注意到这个字 imply 跟刚刚的 explicit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不对？所以这道题我们可以去做额外的连接跟推论。
跟刚刚那道题不一样，那道题是文章没有明确写下来就不能选，这道题我们可以做额外的研究推论哦。好，这篇文章也暗示了说，any of the insect that has trait X，好，如果任何动物只要有 X 的特征，就一定也会有 Y 的特征，这样子。好，为什么说是一定？是因为这边讲的是任何嘛，对不对？any 对不对？所以只要有 X 的，任何一个有 X 的都会有 Y，它就是一定会有 Y。OK，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完了，确定它是一个条件题。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看选项呢？选项没有任何意义，A B C D E 它就是一个虚构的文字。好，来，这套题真的是官方的题目哦，是官方的题目哦。那如果你遇到虚构的文字，会怎么办？你也不能代入，对吧？你也不能去偷看文章的资料，但是你至少知道我们要找到这5个东西的关系。好，那我们看能不能代入法。好，那我们看一下哦。他说，each of the species of the certain type of insect has at least one of the 5 significant traits。好，任何的这个就是特定的昆虫都有5种特质之一。好，A B C D E。好，那当然这个地方是没什么阅读的障碍了。好，好，他说更进一步的哦，有一项研究已经指出了说，好，any species with trait A has at least one of the traits B and C。如果具有特征 A，则必定也有 B 或者是 C 的其中一个。OK，one、of the traits B and C 其实就是 trait B 或 trait C 的意思，one of 嘛，对不对？所以2种里面其中一个。好，然后再一项研究又指出，有 C 的也会有 D 或者是 E 的其中一个，对不对？好，或者2个并用。好，然后再来，a third study has determined that any of the species with trait B has trait C，有 B 的也会有 C，对吧？只要是任何有 B 的就会有 C。好，那完蛋了。看完文章，你的最明显感觉是 Dustin，干，你刚刚跟我讲那些代入法要怎么去用？好，对，这道题目的确是很像是你刚刚讲的，只要是条件题，资讯就是零散，对吧？哦，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条件题资讯一定零散，对吧？没有什么结论，它就是各种资讯的陈列。但是问题来了，啊，我代入法怎么用？当不是用代入法的条件题，你就一定是要用画图的方法。没有别的选择。代入法是可以帮你去整理，用人性的方式去整理资讯。但如果这个题目就是不给你人性怎么办？像这个题目你要带入昆虫啊，不可能。它 A B C D 就是一个虚构的逻辑嘛，没有什么实际的故事意思，那我们就只好用画图的方式。好，那我们怎么画呢？很简单，它就是很明显是一个逻辑的树枝状图嘛，对不对？好，所以我现在画在荧幕上面，它应该是 A 在前面。好，一句话一句话整理哦。好，A 呢有 A 的就至少会有 B 或者是 C，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会有 B 或者是有 C 这样子。好，然后再来第二个研究说什么？Another study has determined that any species with trait C has at least one of the trait D and E。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又再继续做个分支，有 C 的可能会有 D，可能会有 E，对不对？但注意哦，这个地方你分叉来的不是说一定会有，是有可能会有这样子。OK，好，然后再来呢，a third study has determined that any of the species with trait B has trait C。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说到这边是有一个对应叫 C。好，来这边要小心哦，你画出来之后，等下去判断它的通读也是问句。好，我们来看一下问句说什么。问句说只要有 X 就一定会有 Y。注意到这个一定哦，这个 any 哦，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强调？因为刚刚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看到的分支，像这个地方分的 B 跟 C，它其实呢是或的关系，不是必然的关系，有可能只有 B，有可能只有 C，对不对？对吧？像这个地方 C 分出来的 D 跟 E，它也是一个可能的关系，有可能会有 D，有可能会有 E，也有可能同时会有 D 跟 E，但是不代表说一定会有 D 或一定会有 E，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选选项的时候就要注意谁是必然。好，来，但 B 跟 C 一定是必然，这个地方一定是必然，对吧？好，我们来看哦，假设我们左边选的是 A 的话，好，A 有可能一定是 B 吗？一定有 B 吗？不一定嘛，对不对？对吧？有可能有 C 嘛，对不对？好，但是 A 有没有可能有 C 呢？这边是一定会有，这边呢连过去也必然会有，所以 A 可以搭配 C。好，这边连过去会有 C，这边连过去也必然会有 C。好，那有没有可能 D 跟 E 呢？有可能有 D 没有 E，有可能有 E 没有 D，对不对？这边是可能的嘛，所以这就是2个都可能，但不代表一定嘛，所以这2个不会选。OK，好，
那有 B 有没有可能有 C 呢？来，如果各位你选到这个，我就说你是最智障的人。为什么？题目都跟你讲了，你就不要再去想 B 跟 C 之间的搭配。我们要的是 in addition to。哦，如果你题目有没有看清楚，或者是你忘记题目的叙述的话，你可以再回来看一次问句。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对问句有足够的重视，你就直接给他选到了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写出来的东西有 B 到 C，所以呢我就直接选 B 到 C，你就脑袋空了，你知道吗？哦，所以这边是不用再考虑了。文章就跟你讲 B 跟 C 的连接，不要再跟我讲一次了，它是 in addition to。OK，好，所以呢，如果是 B 到什么 B 到 A 呢，可不可以？好，有 B 的一定有 A 吗？好，应该说好，我们刚刚文章里面说有 A 的必定有 B，但是有 B 的不一定会有 A，不能反过来看，对不对？不能反过来看。若 A 则 B 不等于若 B 则 A。好，那如果是若 B 则 C，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不可能了嘛，对不对？若 B 则 D 呢，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若 B 则 E 呢，两边不同的分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哎，不对，应该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如果 B 到 C 连到这边来，对吧？好，那若 B 到 C，B 一定会对应到 C，但是 C 会不会一定对应到 D 或 E 呢？不一定，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就算今天 B 可以直接连到 C，但是 C 接下来一定会连到 D 吗？或一定会连到 E 吗？都有可能，但是不代表一定，对不对？所以也不能选这两个。好，那同理呢，看 C 的时候，你不会再去选到 B，有 C 也不一定有 A，我们刚刚讲不一定反过来。但是呢，有 C 会不会一定有 D 跟 E 呢？好，不一定是直接对到 D，不一定是直接对到 E。好，所以这边也无法确定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一个能够完全确定的关系。OK，所以 C 选项也无法对应到其他的选项。那 Do 呢？Do 选项往下去是连不到任何东西的。好，所以你不可能放在第一个。E 选项呢，往下去也不可能连到别的东西的，所以你也不可能放在第一个，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两个都不能放在 X 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 X 都检查完了，Do 跟 E 不可能被放，C 我们也检查完了，对吧？好，B 我们也检查完了，最后只剩下刚刚我们一开始选的，如果是 A 的话，一个方向是可以让它直接去连到 C，另外一个方向它就先连到唯一对应的 B，再从唯一对应的 B 连到唯一对应的 C，所以最后答案会是这个选项。好，好，所以你看哦，像这种题目，它虽然没办法让我们做代入法，但是我们要立刻启用应急。如果代入法不能用的话，就用笔记的方法。那当然，这个笔记的方法呢，你可以选择两种选择，一种是像这种链条式的梳妆，另外一种方式则是用像是文视图、韦恩图一样，就是画那个几何。这两种方式你可以自由的去选用，就比较像纯数学。好，但是呢，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之后在看选项的时候，你仍然要去记得去思考逻辑上那个若 P 则 Q 等不等于反过来若非 Q 则非 P 的关系。还有就是要看清楚文章里面讲的那个必然是 any all 好，还是说是有可能，或者是 one of，像刚刚我们讲 one of 就不是唯一的对立嘛，对不对？好，这样的概念。好，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重视问句。好，今天我们看了4题，我觉得都是蛮复杂、蛮难的题目，这样子。好，像这道题目，你看它难度也没有很简单，它也是有50%以上的人会做错。好，所以呢，希望今天各位能够从我们的讲的东西里面学到就是关于那个条件题的处理方法。